在现存的抗日战争影像里，无一例外都是黑白的。而在1937年，美国战地记者斯科特曾带着一台手持的柯达彩色摄影机来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在4年的时间里，他辗转3万多里，真实记录了南北各地的军民们是如何保家卫国的。不仅如此，斯科特还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1940年8月日军对重庆实施无差别大轰炸的滔天罪行。这是迄今为止关于重庆大轰炸最完整、最震撼的影像史料。1941年，这部名为《苦干》的纪录片在海外一经上映，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成为了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奖的纪录片。当时西方世界的焦点大多在欧洲战场，对中国战场既不了解也不关心，一些人甚至不知道有中国这个国家。直到看了《苦干》，他们才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人顽强抗战的决心。一些美国青年主动报名飞虎队，投身到了抗日战争中。该片甚至推动了美国以租借的形式对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而在这部改变历史的纪录片背后，还藏着一位不为人知的巾帼豪杰，他就是美籍华人李林爱。整部《苦干》从立项到后期制作都是他一手主办，为了筹集资金，他甚至变卖了祖母的首饰珠宝。遗憾的是，二战结束后，这部纪录片便莫名的人间蒸发了，包括奥斯卡的档案库中也找不到任何拷贝。直到2014年，美籍华人罗宾龙才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中找到了《苦干》的残留片段，尽管只有35分钟，但画质非常清晰。之后，罗宾龙又联系上斯科特的后人，机缘巧合之下，从他家的地库里意外找到了一份85分钟的完整拷贝。尽管胶片的破损很严重，即使修复后画质也比较粗糙，但这些弥足珍贵的画面总算能重见天日了。而本期我通过海外渠道获得了这2个版本的一手素材，同时使用 AI 技术对其进行了 4K 60帧的高清修复，并解决了之前因过度修复带来的失真问题。现在让我们跟着斯科特的镜头先来到广东乡下，村里的男人大多上了前线，家务农活养家糊口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女人身上。墙上的海报既是一种宣传，也是那个年月里最动人的告别。附近10里8乡的农民、商贩、学生则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他们身着青衣布衫，手持着落后的枪支和自制的刀斧钩叉，随时准备着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在中国，像这样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甚至在敌人的后方也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时常去偷袭驻守的日军，或炸毁桥梁、设置路障，阻碍敌人的进军速度。游击队中最令人动容的是这群特殊的医护人员，他们大多才14、15岁，不仅担负着救治伤员的重任，还要在深山丛林中四处巡逻，时刻警惕着一切可疑的陌生人。几经跋涉，斯科特来到西南地区，踏上了滇缅公路。当时日军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交通要道和沿海港口全部遭到封锁。中国急需从后方开辟一条国际通道，将外国援助的军事物资运进国内。而从缅甸到昆明，80%的路段都是崇山峻岭。美国工程师预计，就算拥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也得要7年才能修通这条公路。但云南的20多万老弱妇孺就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凭着最原始的工具凿山开石，最终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凿出了这条全长1146公里、宽达7米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建成后，因地势险恶、山高谷深，急需一批经验丰富的汽车司机。这时，一个叫陈嘉庚的福建人立马组织了3200多名华侨机工回国支援。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他们只能在夜间行驶，白天休息的时候就隐蔽在树荫下。至1945年，通过滇缅公路运进的军事物资达70万吨，包括武器弹药、汽油轮胎、医疗绷带等各种物品，所以这条路也被称为抗日战争的输血管。但英美的援助并非是完全无偿的，返程时卡车会在昆明装上钨矿、锡矿、核桃油等国产物资，以出口外销偿还国债。与宽阔的公路相比，这条修于汉唐时期的茶马古道似乎已经过时了，但在崎岖的山间仍能见到云南马帮的身影，只是他们的驮袋里不再装着茶叶和丝绸，而是一批批来之不易的抗战物资。航运同样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在川流不息的河面上，随处能见到繁忙的货船，
返程时全靠纤夫们拉着船逆流而上。或许这些运输方式太过古老，可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努力，才维持住了中国抗日战争所需的补给。沿着滇缅公路途经广西南宁时，斯科特遇到了正在加紧备战的中国军队。他们一天只吃2顿饭，且只有大米，手里端的步枪是晚清时期的汉阳造，就连身上披的弹袋也是布做的。尽管装备如此简陋，但他们却坚守在抗日的前线，担负着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正如斯科特说的一样，只要给中国军人必要的补给和装备，他们同样是这个世界上最骁勇善战的士兵。至1940年，中国有300多万的士兵在前线奋战，还有数百万正在后方接受训练，其中约有1/5的士兵来自各个少数民族。镜头里的苗族同胞穿着传统服饰，仍保持着古老的部落习俗和语言，但同样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从南到北，每个地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支援抗战。在甘肃，斯科特看到了另外一条生命线，一条从苏联到兰州的国际通道。这条路长达6400公里，途中要跨越无尽的戈壁沙漠，穿过寒冷的西伯利亚，汽车根本无法通行。于是甘肃官员专门找了2万多头骆驼和数千辆驴车来运送苏联的援助物资。虽然代价高昂，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西北大地，一支由回族同胞和藏族同胞组成的新兵队伍也在抓紧训练，其中还不乏10岁出头的童子军。尽管武器装备全是自造的，但他们精神抖擞，随时准备着投入到抗日战争中。而由于西北地区的路泥泞不堪，奇险无比，斯科特的拍摄是一波三折。尤其是在泥石流频发的青海一带，汽车常常受阻，多次靠人力才勉强拖过去。行至西藏时，汽车一度失控翻下山崖，司机和助手当场身亡，只有斯科特一人侥幸生还。此后，斯科特一路吃着百家饭，坐着百家车，才得以返程。其中最独特的交通工具就是羊皮筏子，它由数百个充满气的羊皮袋组成，能承载15到50吨的货物。向苏联援助的汽油便是靠着它顺黄河而下运往四川，卸货后船夫再背着羊皮筏子从陆路返程。进入四川后，斯科特还遇到了一位国宝级朋友，惊喜之余，他给这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取名为美兰，并带回美国寄养在芝加哥动物园。几经辗转，斯科特终于抵达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是一座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城市，从江边到城里需要爬340道楼梯。抗战中后期，人披马发的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迫使我们屈膝投降。自1938年后，日军对重庆实施了长达6年多的战略大轰炸。走在街头，随处都是坍塌的残垣断壁，三街六巷是满目疮痍。可当看见一群孩子正在炮弹坑里嬉戏游泳时，斯科特忽然明白了这座城市为什么始终炸不垮。而为了应对日军频繁的轰炸，人们正不分昼夜地修建防空洞。由于机械匮乏，数以万计的重庆妇女便靠着铁锤、箩筐等原始工具来挖沟凿洞，搬运泥土。得益于特殊的地形和坚固的岩石，这些防空洞成为了最可靠的避难所。到1942年，重庆已建成了1500个防空洞，能容下这座城市3/5的人口。防空洞不仅是避难所，更是唯一的军工生产基地。抗战之初，日军炸毁了中国90%的工厂，但中国人还是靠着航运和人力，历经2000多公里，将13万吨的工业设备迁到了重庆。依托防空洞的保护，这些兵工厂日夜不停地开工生产，为前线制造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除了工厂，日本还将炸弹对准了中国的教育。自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先后轰炸了中国80%的大学，妄图毁掉我们的文化，彻底挖掉中国人的根。各个学校的师生不得不徒步数千公里，从北方一路迁徙到西南地区。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里，这些饱经战火的青年学子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着现代知识。他们既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中华民族最后的文化火种。1940年8月19号，重庆城里缓缓升起了一个红灯笼，预示着可能有敌机来袭。但大家仍从容不迫地过着日常生活，养家糊口的商贩们也照常卖着水果蔬菜，丝毫没有收摊的迹象。
经历了无数次空袭的重庆人，早已学会了如何在战争的夹缝中生存。很快，第二个红灯笼也升了起来，这意味着日机进入四川境内，1个小时后就会抵达重庆上空。城内的救护队和消防队立马出动，他们拿着简陋的消防器具，分散到各个街区，静待轰炸后的救援工作。中国仅有的几架战机也轰鸣着冲上云霄，尽管打败敌人的几率只有1/1000，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出发了。街上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人们开始带着家当老小进入指定的防空洞，或搭乘着渡船前往南岸，在更加开阔的地带躲避轰炸。伴随着一阵阵紧急的警报声，大家没有丝毫混乱，依然保持着秩序，静静地排起了长队。随着最后一艘渡船驶离，日机如蝗虫般笼罩了重庆上空。当时斯科特站在南岸美国大使馆的楼顶，颤抖着举起摄影机，记录下了这场滔天罪行。日机先是投下600多枚高爆炸弹，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成千上万的建筑瞬间坍塌，硝烟夹杂着尘土冲天而起。紧接着，日机又投下了260多颗凝固汽油弹，上千度的高温让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此次日军一共出动了400架次轰炸机，分8批持续投弹，造成了90%的建筑被毁，92条街巷化为废墟，近1.7万人流离失所，史称819大轰炸。然而中国人被打败了吗？并没有。当大火停歇后，幸存的人们没有丝毫的抱怨和颓废，只是默默地奔赴火场，帮着消防员运水灭火，或在瓦砾中努力寻找着每一丝生命的迹象。什么叫苦干？其实就是少说多干。此时此刻，我相信你能确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不再是课本上的一个虚词，而是他们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不屈和决心。诚然，抗日战争是我族军人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溃败，但这场劫难却使得中华民族涅槃重生，全面觉醒。陈独秀说，曾经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只知道吃饭睡觉，根本不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到了甲午年，才听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给打败了，后来又听说什么英国法国的八国联军把中国给打败了。此时我才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其中一个，我也是中国的其中一人，才知道了人人都有尽力于国家的大义。而经此一战，那些窝里斗了几十年的军阀全都放下了私人恩怨，一致对外。每个中国人无论身在东南西北何时何地，都不远千里地奔赴前线，以命相搏。那个腼腆羞涩的小女孩，那个傻笑着刚刚学会抬枪的少年兵，那些迎着大火奋力扑救的身影，正是他们有意无意的一点一滴的把生命注入到了民族的血脉里。至此，我们终于找到了魂。